8月才刚露头，俄罗斯就有新动作了。8月4日，俄总统普京签署法律，将原有的18到27岁征兵年龄的上限提高到了30岁，并计划花费1到3年的时间，将征兵年龄段变成21到30岁。同时，8月4日当天，普京还签署了一项法律，规定公民在工作或学习地收到征兵通知书之日起禁止离境，防止逃跑。而在此之前，普京才刚刚签署完将士兵服预备役的年龄上限从50岁提高至55岁的法律。俄方如此费心提高士兵服兵役的年龄段，目的是什么呢？最纯粹、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扩军，同时也是为了提升俄罗斯军队素质。俄军计划扩员到150万人，将成立2个新的跨兵种战略军区，即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并在卡累利阿共和国组建3个摩托化步兵师和2个空降突击师，将俄罗斯西部军区、中部军区、东部军区和北方舰队的7个摩托化步兵旅改制成师级建制。同时还将加强空天军部队、海军部队和战略导弹部队的兵力。俄罗斯之所以扩军150万，一是为了应对乌军后续更强的反攻。就以近期的情况而言，乌军的反攻烈度正在加剧。如8月3日，乌军在顿涅茨克、南顿涅茨克、扎波罗热方向对俄军阵地发起多轮进攻。据乌克兰武装部队陆军司令斯尔斯基称，在库皮扬斯克和红利曼方向，俄乌双方展开了激烈交火，乌军击退了俄军多轮进攻，并发起了反击。在巴赫穆特方向，乌军继续开展进攻行动，正在逐步推进。同时，在3日夜间、4日凌晨，乌克兰安全局和乌克兰海军在俄罗斯黑海沿岸海军基地新罗西斯克港利用无人舰艇发起袭击行动，造成俄军奥列涅格尔斯克矿工号大型登陆舰严重损坏，已无法执行战斗任务。现在不光是莫斯科有了不明飞行物，现在黑海的俄军基地也有了不明漂浮物。这种以小博大的战术加上成功的战力，明显又是一记耳光打在了克宫脸上。这些袭击的发生，就像泽连斯基说的那样，战争正逐渐回到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扩军的另一个原因是北约在俄国界附近增加了军力，让普京感到了不安。之前火力军频道提到的，北约要在俄罗斯附近部署30万名以上的北约士兵，所有的北约国家都要提供士兵。打头阵的士兵来自于靠近俄罗斯的北约国家波兰、挪威和波罗的海3国，这几个国家需要召集10万名士兵，在10天内抵达防御地区。随后，西欧和其他的北约国家需要召集20万名士兵，在1个月内抵达防御地区。2部分军队聚集在一起，共同应对俄乌冲突的百亿危机。北约征召30万士兵向俄罗斯挺进，这自然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这便有了俄罗斯150万的扩军计划。至于为什么要提高俄军素质，估计是他们自己也忍受不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的拙劣表现。退役中校奥夫钦尼科夫是这么说的：目前尚不知道会有多少27至30岁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但处于该年龄段的很多年轻人工作都不错，事业正步入巅峰，属于精英人士，他们入伍能够提升整体军队的素质。接下来火力军先帮大家回忆一下俄军的素质。去年的哈尔科夫战役，由于乌军成功的战略欺骗，大量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俄军被调往赫尔松地区，导致该地区兵力严重空虚，仅存少量的 DPR 部队和国民禁卫军，共计4000人，但却要面对4.5万名武装到牙齿的乌军部队。之后，巴列克利亚和库皮扬斯克先后被解放，乌军不仅切断了19亩俄军的补给线，还深入到了俄军后方。眼瞅局势越来越危险，俄军开始仓促撤退。其中，俄禁卫20军为了能顺利逃走，就把没撤退的消息告诉车臣，导致车臣近1000名士兵损失惨重。今年5月份，乌军第3突击旅在巴赫穆特外围西南方向对担任侧翼掩护的俄军发动了一次突然攻击，导致俄军72旅2个连伤亡惨重。战斗中，俄军第72旅在没有通知瓦格纳的情况下，擅自放弃阵地逃跑，留下了一道接近2公里宽、500米纵深的空缺。
导致瓦格纳集团侧翼暴露，被乌军抓住了机会。随后是普里戈金组织士兵进行反击，在损失500多人后才堪堪稳住战线。俄正规军接二连三出卖战友，导致俄军战况越变越糟。另外，大家也不要忘了风暴 Z 这个囚犯炮灰部队。俄国防部不让瓦格纳招募囚犯，自己却悄咪咪的全盘接手组建风暴 Z， 承诺成功服役后他们将减免刑期，并每月可获得2200美元的报酬。但事实是，上前线的风暴 Z 士兵都只会接受10到15天的训练，然后拿着简陋的武器参与到实战中。比如在巴赫穆特的风暴 Z 旅的一个连，打得仅剩下30多人，损失率高达70%，部队缺少医疗，没人收尸，而且这支风暴 Z 残兵还曾发布视频抱怨缺粮少弹，被欠了3个多月的军费，从而拒绝再战。甚至在一些视频中，风暴 Z 部队士兵向普京哭诉了他们在前线的悲惨处境，包括遭遇军官们的敲诈勒索，在受伤后需要行贿上级才能获得医疗援助等等。其中一名叫做杰斯潘·阿列尼克的风暴 Z 部队士兵在视频中说，自己所在的部队在没有获得任何支持的情况下被部署到了卢甘斯克前线，就像炮灰一样被屠杀，而如果拒绝再战，就会被部队里的安全部军官威胁处决。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收到合同规定的工资，只能被扔在战壕里等死。在这样的压迫下，一些提前得到消息的风暴 Z 小队最终选择了叛逃。如顿巴斯地区曾有一支40人的俄军小队，其中39名风暴 Z 成员在杀死一名安全部军官后选择了叛逃。以上3个例子虽然只是俄军素质的一部分，但却足以说明一些情况了，这才让普京不得不签署新法律，提高征兵和服兵役年龄段。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俄军素质低下的呢？俄罗斯低级、中级和高级军官的预备役年龄上限分别维持60岁、65岁和70岁。由于乌军针对性实施斩首行动，俄正规军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军官。去年哈尔科夫战役结束， Mediazona 和 BBC 仅从公开的报告中就发现俄军阵亡了1000名军官，其中750人是低级军官，这些人是实际负责具体战斗任务的人。到了今年3月份，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声称，俄罗斯已有累计20万人伤亡，其中1800名是军官死伤。4月 BBC 更是做出在俄军阵亡人数中有20%是军官的估计，可见乌军斩首行动的高效。在俄军高级指挥官损失上，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损失的高级指挥官已不下10名，这还是俄国防部承认的数字。如在6月12日的激战中，俄军第35集团军少将参谋长戈里亚乔被乌军击毙，一同被消灭的还有该集团多名高级军官。这样的损失也导致俄军的指挥能力、指挥水平急需下降。而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集团，而是几个拥有自己指挥系统、指挥官和自己结构的团体。对瓦格纳来说，战争是为了金钱和快乐而工作，而对俄正规军来说，其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而俄罗斯国民警卫队的动机可能很明显，但他们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因此很难指望这些群体之间有良好的互动。比如，大家觉得普里戈金会在乌克兰听从俄军将领的命令吗？所以这些能力不行的俄军官肯定指挥不动，发挥不出，配合不好。成员复杂的俄军部队实力，以目前战况而言，俄军的低级军官已经无力再指挥战斗了。几乎所有的俄军动员新兵都只是进行了5到10天的培训，就被丢到了前线战场。运气好的还会在前线部队再进行5到15天的训练，运气不好的则直接进入一线部队作战。大家想想，俄军这样一个最多训练25天的动员兵，去让他们守防线，跟炮灰有什么区别？虽然俄方称大部分动员兵都有参军经历，但这些30到50岁的退伍兵都已经离开军队时间太久，已经对武器、对打仗比较生疏了。仅仅10到25天的训练很难满足战斗需要，同时也没有时间对俄乌战场进行针对性训练，这里面存在着很大隐患。我们以俄军第一次动员的30万新兵为例，首先管理这30万新兵，俄军至少要付出1万名合格的营级军官和连长、排长，3万名合格的班长、武器和维修士官等。俄军方还有这么多军官吗？其
其次，将这么多缺乏训练、缺乏班排长的动员兵投入战场，很容易产生哗变、逃跑等行为。因为这些动员兵大部分都是社会上招募的中年男人，在管理方面相对义务兵和合同兵更加困难，而且心思多、想法多、顾虑多，再加上缺乏训练、不听指令，逃跑的概率非常大。最后30万士兵的武器和装备也是一个大问题，装甲、坦克炮之类的武器就不说了，30万人的个人装备、医疗用品和通信器材应该是基本吧。但是从以往获得的信息来看，俄军所有动员兵的武器设备都非常差，只有小型武器还凑合，但也没有足够的夜间设备。后来全靠志愿者收集和订购，才保证了30万新兵有了稍微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如小型侦察无人机。俄军本身只提供带有内置摄像头的原始侦察无人机 Alan。俄军方羡慕地说，乌军为每个排都配备了侦察无人机，并且每个连队都有1架无人机，他们真的很幸福。缺军官、缺训练、缺武器，这样的俄军部队很难发挥高素质作战，更何况补给难问题，让俄军今后恐难再有高素质作战。自海马斯、暴风影等远程火力入场后，对俄军高价值的后勤补给线的打击就没消停过。比如乌军曾发射了暴风影巡航导弹，炸毁了连接克里米亚和赫尔松的跨河大桥，导致南线15万俄军部队的主要粮食运输通道连接被切断。安东诺夫大桥也多次被乌军发射的海马斯火箭弹炸毁，使得南线俄军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15万俄军一旦出现缺少弹药和生活物资的情况，除了后撤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在补给方面，比起北约不断向乌克兰运输急需的高技术装备，俄军的补给手段相对有限。目前俄罗斯国内的军工产能有限，不得不多次启封苏联时期的军火储备。然而这些老旧坦克和火炮多年未使用，保养不善，战场上的作用远不如近年来俄军装备的新式武器，这使得俄军的战斗力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同时也增加了俄军的战术和战略考量。再结合前面所说的缺将领、缺军官等情况，俄军恐再难有高素质作战。而且这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且始终折磨着普京。如果普京选择动用核底牌，那将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和世界范围内的强烈谴责。而如果继续进行消耗战，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甚至拖垮俄军。可以说，普京和俄罗斯已陷入两难的境地。北约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却通过输血的方式成功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帮助乌克兰抵御了俄罗斯的入侵。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仍然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乌克兰的坚持和北约的支持将继续对俄军构成巨大的挑战。总之，此次普京签署法律提高征兵年龄段，除了要满足150万的征兵计划外，就是想提高俄军的素质和作战素养，不至于各处战线败得那么快。好了，关于普京签署的这条新法律，大家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